伙计，要是正琢磨入手一台奔驰 E 级这个视频，你最好看完，能帮你省下好几千美金。真的，有些年份的 E 级真不是一般人该碰的玩意儿，纯粹是烧钱。你比如说那几款有硬伤的发动机，光一个正时链条修起来都能把你钱包掏空，比车还贵。很多哥们儿就是贪图一时便宜，结果收到一堆维修账单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今天我就给你盘明白了。哪3款车你得绕着走，或者买之前千万得想清楚，哪4款只要保养得当就是能开，省心的靠谱选择。我说的每一句都有依据，不是瞎琢磨。发动机型号、真实的维修成本、车主口碑，还有汽修厂的数据，全在这儿摆着呢。所以你如果不想买台 E 级，最后变成个8000美金的无底洞，那这个视频你必须看完。咱们按规矩来，先说说哪些雷不能踩，最后再聊聊哪些宝值得捡。走起！今天咱聊个二手车里的陷阱之王，就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天上掉馅饼，结果你一上手它就变身成一个无底洞，疯狂吞钱的车型。说的就是老款的奔驰俄50，就是07到09年那批。你瞅瞅二手车市场，这种车标价基本就在1万到1.5万美元之间。我的天，一台 V8 大心脏的豪华 E 级，这价格听着也太香了，感觉血赚啊！但是坑就藏在发动机盖底下。这代车用的是个叫 M273 的 V8 发动机，它那个正时系统就是个原厂缺陷，年头一长，里头的关键零件就会加速磨损，坏起来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什么凸轮调节器、平衡轴齿轮，全得跟着玩完。一旦这玩意儿坏了，修个账单基本在3000到6000刀，运气不好更高。而且这事儿不是你人运气不好碰上的，是车开久了10有8、9都会遇到的通病。就算你之前找人修好了，也别高兴太早，这车就是个药罐子，病根子还在。你想啊，这车现在10几年车龄了，发动机刚修好，别的昂贵系统又该找你了，尤其是那个烧钱的空气悬挂，分分钟让你体验什么叫修了东墙补西墙。一句话总结，买车是便宜，养车是珍贵。那这种俄50就绝对不能碰了吗？也不是，想买也行，你得满足2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第一，必须有一份清清楚楚从头到尾的维修记录，明明白白的写着那该死的正时系统已经用改良方案彻底修好了。第二，就算有记录，你也必须花钱找个懂行的师傅给这车来个彻头彻尾的体检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这2样都没有，那你买它就不是捡漏，那纯粹是拿自己的钱包在赌博啊。咱接着说榜单上的第2款车，这车啊参数表上看着是真香，特适合那种在乎油耗又想要点劲儿能拉得动车的人。说的就是2008年到2016款的奔驰 E 级，就是俄20或者俄50的柴油版，它心里憋着一台叫 OM651的柴油机。这车吹得天花乱坠，说油耗多低，起步多猛，而且奔驰的柴油车跑长途特皮实，听着是不是特心动？但它有个大坑，一个大大的坑，毛病就出在正时链条上。设计师老爷们可能觉得浪漫，把这台发动机的正时链条给安在了发动机的最后面。好家伙，这位置是真绝了！你想换它，行啊，先把发动机整个从车上抬下来，就这么一下，本来小几百块就能搞定的常规保养，直接给你升级成开胸大修。光换个链条，没个4、5千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小3、4万下不来。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，喷油嘴、EGR 阀那个什么 DPF 颗粒捕捉器，还有爆震传感器，这些玩意儿跟着一块儿坏，那是家常便饭。你这车要是跑过10万英里，差不多16万公里，那维修账单就跟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轻松就能过1万美元，小10万人民币。老车主们普遍反馈就仨字儿：吵、坏、烦。链条哗啦啦响，喷油嘴3天2头坏，排放故障灯跟家里电灯似的，时不时就亮一下。病根在哪儿？一是现在这柴油发动机本身结构就复杂，二就是这该死的后置的正时链条。后期虽然修修补补，但这核心的脑回路一直没改。那这车到底还能不能买？也不是不能，但你得满足3个条件，最好有白纸黑字的记录。第一，证明这车的正时链条最近刚换过；第二，喷油嘴已经给你整备利索了；第三，排放系统各项指标都杠杠的。要是拿不出这些凭证，那你买回来就不是省油，是给自己买个修车无底洞，你省下的油钱全都得填进去。所以说这车啊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开起来省油，修起来要命。这就是 OM651 这台发动机给奔驰 E 级留下的真实风险。咱继续来唠唠二手奔驰 E 级里那个宝藏又雷区的车，2010到2011年的奔驰 E63 AMG。这车从表面上看简直就是个梦中情车， V8 自然吸气，马力500往上，二手车价格甚至能给你干到2万美元出头，听着是不是特心动？可别光看脸，这车最大的坑不在于开起来爽不爽，而在于上一位车主到底没干那件保命的大事。为啥？
因为这批 E63 AMG 用的那个 M156 V8 发动机有3样原厂病，要是不提前弄好，那基本就是等着掏大钱了。最要命的就是那批缸盖螺栓特别容易坏，一坏冷却液就直接流进气缸，发动机基本就废了，等着大修。除此之外，这车天生就爱拉高转，气门和凸轮轴那块就特别容易磨损，再加上凸轮调节器也爱出问题，这不又是一个等着你花钱的坑。想把这病根除了，好办，得把旧的螺栓、调节器全换了，升级成改良款，气门挺住也得换新。这一套下来，没个8000到12000美元，差不多5、6万人民币是下不来的。关键是奔驰从来没召回过，所有账都算车主自己头上，所以你买这车就是赌。赌上家把这几样该换的都换了，赌他没骗你。要是没有维修记录能证明，那咱就是拿钱往火里扔。这车到底是行走的大炸弹还是公路猛兽，就差一张纸的事儿。一，没升级过的 M156， 那就是个定时炸弹，随时能让你破产。二，升级到位的 M156， 那才叫真 AMG， 高转顺滑，声浪炸街，跑个15万公里都跟玩似的。说白了，事儿就一个，没维修记录，咱就压根别碰，别为了一点便宜把自己坑进去。好，咱们换个轻松的话题，聊聊那些老车里的硬骨头。要说最能体现老奔驰那种皮实耐造精神的车，E级里必须得提一提，就是2005到2006年那款俄20 CDI。如果你买车就认一个死理儿，要的就是长期开着省心，别3天2头给我找麻烦，那这台车绝对是 E级里最稳妥的答案之一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它用的是 OM648 这台直列6缸柴油发动机。这可是奔驰还不太在乎花里胡哨，先把耐用俩字刻在骨子里的年代产出来的。你看它的结构特简单，铸铁钢体结结实实，正时链条也装在发动机最前面，好拆好修，跟现在那些排放系统复杂的让人头大的柴油车比，简直清爽多了。就凭这股子笨劲儿，这台车跑个30万英里，差不多50万公里，轻轻松松，只要按时保养，再跑个几十万公里都不是梦。当然，也别指望它有多猛，200多马力，起步跟推背感不沾边，开起来挺温和的，但它的劲儿扭矩是真足，而且特别平顺，跑高速尤其舒服。油门跟脚听着那柴油机特有的嗡嗡声，还挺有感觉。油耗方面没得说，特别棒。所以说，这台车真正的强项就是跑长途，那叫一个稳当。还有一个超实在的优点，正时链条在前面，坏了一修，根本不用把整个发动机抬下来，省大钱了。这是后期很多车都比不上的。不过呢，买二手车总得留个心眼，有2点必须得查。第一，这代 W211 有可能有个叫 SBC 的电子刹车，这玩意儿后期维修不便宜，所以保养记录一定要齐，看看前车主对它上不上心。第二，年份不短了，生锈是头号敌人，尤其如果你在北方或者潮湿地区，底盘、门框这些地方得仔细瞧瞧。总的来说，只要你对它好，按时保养，这台俄20 CDI 就是个稀有的打不死的小强。一台怎么开都开不烂的豪华轿车，它可能不够刺激，不够新潮，但它够靠谱，够省心。说到底，就是一台为你长久使用而生的伙伴。我跟你说，接下来聊的这台奔驰 E 级俄5 AMG， 它可不是一般的 E 级，是真有2把刷子，用实力告诉你一个事儿。你想体验一下什么叫狂暴性能，但又不想被 4S 店的维修账单给吓到，想找台又猛又省心的车，那这台2005到06年的俄5 AMG 绝对就是你的菜。好多玩性能车的老炮都管它叫 E 级里的黄金选择。为啥？你想想，奔驰当时就没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高转速技术，就走了一条最野的路子，暴力耐用。它心脏里头塞的是个啥？ M113K 机械增压 V8 发动机。这发动机在 AMG 历史上都排得上号，是以皮实耐用著称的。一脚油门踩下去，那股劲儿就砰一下出来了，根本不用等，一点迟滞都没有。而且它结构简单，没那么多娇贵精密的玩意儿，坏了不存在的。就凭这点，搁今天看，它的加速感也能让你大呼一声卧槽。但这台车最牛的地方不是它跑得多快，而是你把它开回家之后，你才发现它的好。跟后来那些更高级的 AMG 发动机比，它这套动力总成结构简单，所以保养维修特便宜，而且跑的里程数高了也特抗造。你记着，它没那烦人的缸盖螺栓通病，也没有什么直喷积碳的毛病，更没有那套让你头疼的复杂涡轮系统。它就5个档的自动变速箱，换挡虽然不是快得像闪电，但特别平顺，而且结实耐用，能用一辈子。当然了，车嘛也没十全十美的，它的空气悬架万一坏了，维修可不便宜。刹车系统的保养记录你也得上心，得查清楚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跟那些更新款的 AMG 比起来，这些事儿都还算可控。
5AMG 最牛的地方就是它找到了那个完美的平衡点，它有超跑一样的直线加速，有那种经典的 AMG 灵魂，同时又足够皮实，你不用担心它3天2头把你扔在修理厂，让你每次都心疼钱包。所以啊，你要是就想找一台 E 级，既要快的让你热血沸腾，又要靠谱得让你意想不到，那这台俄5 AMG 绝对是奔驰造过的最佳答案之一。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奔驰 E 级车有一个年份，终于把之前那些老毛病都给修得差不多了，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款属于 W212 的中期改款。你要是想买二手 E 级，这批车现在来看真的是最均衡、最省心的选择之一。为啥这批车这么牛？不光是做工比以前更精细了，关键是那些设计上的坑给填平了。最明显就是发动机，奔驰终于不折腾了，把之前那个总出毛病的发动机给换了，换上了特别靠谱的动力总成。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俄50上装的 V6 发动机。这发动机开起来又平又顺，经过了市场的长期考验，像之前那些老车型烦人的平衡轴、正时系统的问题，它都没有。它可能没那么花里胡哨，但开得久，毛病少，这恰恰是我们普通人用车最看重的。要是你想要点性能，那同一批次的 E63S 也可以瞅瞅，它这回终于把强大的动力、升级后的操控和4驱系统给完美的结合起来了。只要你保养得到位，它既好开又不会变得特别娇气，可靠性也在线。除了发动机，这次改款还带来了更精准的方向盘，底盘调校得也更舒服了，内饰用料更好，车上的电子系统也更稳定了。这车的整体完成度比早期的 W212 车型那真是高了好几个档次。当然了，买这车也有2件事得留个心眼儿，一个是它的空气悬架，要是坏了维修费可不便宜，另一个就是变速箱的保养记录，特别是那个高性能版本一定要查清楚。但话说回来，2014到2016年的 E 级在现代的舒适感、丰富的性能选择和可控的养车成本，这3者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衡点。如果你就想买一台有现代感又不想当小白鼠去试水的新 E 级，那这批车绝对是最稳妥的选择之一。聊了这么多，说的都是那种兼顾了可靠、性能和性价比的 E 级，但排名第一的首选车型跟刚才说的这些还不一样。这一代的 E 级终于把现代科技、真正的舒服、靠谱的动力和长期开得放心这几点全部捏合到一块了。它不是最便宜的，结构也不是最简单的，但只要你年份选对了，它就是那种把一切都调校的刚刚好，没啥短板的 E 级。到底说的是哪一款呢？别着急，下面要聊的就是2026年最值得入手的奔驰 E 级。位居榜首的是终于实现了现代豪华体验，同时又不牺牲长期用车可靠性的一代 E 级。我直接告诉你们答案，想图个省心，少花钱，就闭眼认准2018到2020年这几年的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代 E 级，也就是 W213 平台，是奔驰自己调教明白了的。刚出来那会儿，2016、2017款各种花里胡哨的电子屏新功能是挺炫酷，但跟刚出厂的手机似的 bug 一堆，今天这响明天那不亮，特闹心。但是到了2018年，这些问题基本都解决了，软件升级了，小毛病也修得差不多了，所以你买这几年的车，基本上就把大部分开盲盒的风险给规避了。那具体买啥配置呢？汽油车就选50，它那个直列6缸发动机带个 48V 轻混，开起来叫一个顺溜。不像老款 V8 听起来猛，但结构复杂，后期修起来又贵又麻烦。这6缸的动力输出稳稳当当，加速一点都不肉。关键是它最牛的地方不是多快，而是那个高级感和静谧性。关上门，外面啥声音都听不见，开着舒服，这才是豪华轿车的精髓。要是你跑得多，想省油，柴油版的俄 20D 是神车，搭载 OM654 发动机，油耗低到你怀疑人生，而且特别耐造，开个几十万公里都跟新的一样，绝对的省钱利器。除了发动机，这代 E 级的舒适性也是奔驰有史以来最好的，车里那个安静啊，跟个图书馆似的。带空气悬架的车型过减速带那叫一个柔和，一点不颠。之前不好用的车机这时候也彻底成熟了，双联大屏，各种辅助驾驶全都好使，不会再给你玩死机那一套了。当然了，买这种高科技的车，有点地方还是得上点心。一定得去检查一下车里的系统是不是都升级到最新版本了。2，车上这么多电子玩意儿，买个延保心里踏实，也花不了几个钱。但只要车况没问题，2018到2020款的 E 级绝对是把舒服、省心、科技感还可靠这几样平衡的最好的一个版本。你要的就是一台没啥短板，哪儿都拿得出手的 E 级，找它准没错。总结一下，同样是奔驰 E 级，有的年份买回去天天跑修理厂，有的年份却能让你舒舒服服开上好几年，差别就在发动机型号、保养记录，还有你买之前做的功课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
在评论区里把你开1级的年份、发动机型号、跑了多少公里、总共修车花了多少钱都给我写明白，谁的血泪史最详细，我就把你的评论置顶顶上去，给大家提个醒。要是今天这条视频真的帮你避了坑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下期我们继续深扒别的车，让你买车不花冤枉钱。